今天呢，咱们接着聊《西游记》里边的人和事儿。蒋大为那首歌啊，《敢问路在何方》，咱们几乎妇孺皆知。里边有句词儿叫“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”。我曾经拿这个问身边的人，我说：“这个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谁挑担谁牵马？”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当然是沙和尚、沙僧挑担，但马好像也是他啊。有时候猪八戒牵马，你看大家的感觉呢？这个沙和尚啊，在《西游记》唐僧这个师徒四人里，他是最负重的一个。说白了，好像人家是取经，他就是个苦力。当然，担子里边是重要的东西，里头有这个过关的度牒文书啊，有一些这个唐太宗啊当初给他们留下的一些东西，过关的一些凭证，还包括那个宝贝袈裟都在里面。说这个呢，唐僧呢让沙和尚挑担呢，本身对他是种信任，因为我们知道沙和尚来自哪儿呢？流沙河。在流沙河他干嘛？其实就是个妖怪。他胸前挂的是什么？9个骷髅头，说白了人脑瓜骨、头骨。也就是说沙僧在流沙河那是妖怪，远非善类。有人说那你皈依佛门了，6根清净了，等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。观音菩萨点化，在此等候师傅，请师傅留下弟子吧。你再往前倒，沙僧以前干什么呢？属于天庭上的卷帘大将。有的人不懂，说什么叫卷帘大将呢？卷帘大将，比方说这玉皇大帝出去巡行了，要一出门头里这有个帘子，那是他赶紧过去蹭给弄起来。皇上您怎么着？说白了等于皇上的贴身侍卫。那你想在天庭上待那么长时间，那个天庭就好比人世间朝廷。那个沙和尚本身是久历官场，对于官场里头这些什么明哲保身呐、力不少得、害不伤身、左右逢源啦、见风使舵、溜须拍马呀，这些事沙僧比谁都懂。也就是说，沙僧本身你看他老实厚道，这个人是个很有权谋的人，他很了解人情世故，知道见风使舵，知道看人下菜碟，怎么看领导脸色。这些沙僧了解的恐怕远在孙悟空和猪八戒之上。猪八戒呢是整个智商不高，孙悟空智商很高，但是不屑于干这个事儿。沙僧这方面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。说到这儿，有人说老梁你这又胡批呢吧？不可能沙僧是你说那样人呢。咱们这有书为证啊，咱可以把《西游记》导一导，你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。比方说在顺情说好话这方面，咱们首先肯定沙僧不是个坏人，但是呢这个人城府很深，他知道怎么能让你高兴，他一般不得罪人。人不说顺情说好话，耿直讨人嫌吗？孙悟空有时候就直讨人嫌，沙僧呢就知道怎么随缘就完。你比方说盘丝洞那一章，这唐僧那天也不怎么来股邪劲，非要自个儿化斋，拿着紫金钵盂出去就我化斋，为师我去化斋。孙悟空一看不干了，说你这化斋这事儿，你要饿了师傅，我马上给你化了你就吃，哪有这个徒弟在这坐着等吃的，师傅去化斋没这道理啊！是座茅屋啊。对啊，徒弟们，我想前去化斋。化斋？师傅从哪里化来？师傅要吃斋，我们去化，哪里弟子高过师傅去化斋的道理？话不能这么说。你看孙悟空明日间你们化斋，这爱护唐僧，可是沙僧怎么说呢？大师兄不必这样，不必这样。二师兄，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？这就是化斋，师傅也不会吃你就让师傅去。你看这话，沙僧跟孙悟空出发点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为了师傅好。可是沙僧这个时候呢，要求顺从师傅的意志。说白了，他是通过顺从师傅的方式达到让师傅满意。这另一个层面上呢，也算爱师傅。假如说我们说对这个师傅有2种忠诚的话，孙悟空可能见唐僧有毛病他挑，这是一种忠诚。沙僧是师傅想怎么着咱就怎么着，求得一团和谐。
当然，这两种忠诚呢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都有，但是毫无疑问，沙僧这种忠诚要比孙悟空那种忠诚有城府的多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沙僧可以说对人情世故各方面非常练达，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。那么当然了，沙僧绝不仅仅是对这个师傅啊什么这方面的，他对人情这些事儿非常懂。你比方说女儿国那一回，女儿国国王看上唐僧了，把唐僧单请下，要请唐僧欣赏国宝。其实干嘛？要借机会向唐僧表白，我爱你，你别走了。国主愿以托国之父招赘玉帝爷爷为夫。那么猪八戒呢，傻了吧唧的，你没看出来？这女王啊，她好色，知道我老猪呢刚打完胎，身子虚啊，这就呢，把咱们呢请进宫来了。孙悟空和沙僧啊，看出来点意思来。你看这孙悟空平常有什么事儿，他有时候真愿意跟沙僧商量，不怎么跟猪八戒说。为啥呢？他知道沙僧的智商很高，什么事你看他不吱声，他心里有数。所以这时候沙僧呢，就问孙悟空：“大师兄，啊，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，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？”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。就看看师傅的修为怎么样，能不能抵制住女色的诱惑。沙僧又补了一句：“这有什么歹意呀？”孙悟空说：“没有歹意，只有好意。”冲沙僧俩人就乐上。猪八戒在旁边不明白这俩人说什么呢？这时候就说明沙僧对这个情况看得很透，他跟孙悟空心有灵犀，知道怎么事儿。但是沙僧心里最担心的是什么呢？师傅别留到这儿不走了，不西天取经了，我们这一趟跟他来白来了。那么沙僧心里头呢，一个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西天取经，我能完成任务。说白了，我上了大学了，这4年平平安安下来，我把那文凭拿着，这是他最高的诉求。所以他老老实实一心一意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绝不希望西天取经路程上出生什么大的事情，哪怕是师兄弟几个之间出事，这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所以我说沙僧呢，他在人情世故方面非常老练，一看就基本明白怎么事，有时候甚至比孙悟空还明白，因为他比孙悟空冷静。孙悟空有时候难免冲动，你比方说这个路过这个火焰洞，就是红孩儿那一仗，红孩儿把唐僧抓下来，孙悟空找不着，一问土地爷，土地爷说这孩子呀，他母亲是铁扇公主，他爸爸牛魔王。孙悟空一听乐坏了，怎么牛魔王500年前跟他拜过把子呀？那是哥兄弟呀！你看，这反映沙和尚对人情世故的判断。咱们过去不讲，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呢。这个亲戚不往来就不是亲戚了，你不走动能行吗？孙悟空想当然，这个事儿就反映了沙僧人情练达。而且沙僧，你别看他忠厚老实，那编瞎话一套一套的，在需要他说瞎话的时候，那演的那个像啊，绝对是实力派演员。你看那个宝象国那一章，这不是这个唐僧被那黄袍怪给抓进去了吗？抓到洞里去了。他的这个压寨夫人呢，叫百花羞公主，是宝象国国王的女儿。国王说派人去把这个黄袍怪打败了，把我公主救出来。谁呢？猪八戒、沙和尚去了。他俩这能力不大呀，沙和尚给抓起来。抓起来这个时候，黄袍怪下边有一个小妾，跟黄袍怪说了，说这唐僧啊，就百花羞公，你这在洞里边这压寨夫人呢，你把她保住了，对自个儿不也有好处吗？回头果然百花羞公主又把沙和尚给放了。所以你看，在利益这种较量非常复杂的局面之下，沙和尚头脑很清楚，立马就知道我该干什么，不该干什么。你让我演戏，我说来就来。所以沙和尚绝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，那忠厚老实、深沉木讷，那鬼心眼相当多。但是我们首先得承认，沙和尚不坏啊，他一切呢都是为了自个儿利益，也为了取经这个小团队的利益。当然，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旁边有个能耐差孙悟空。
天塌下有个大顶着。所以沙和尚是什么呢？所有事儿孙猴你扛着，我这干嘛呢？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我别出错。所以沙僧呢，基本上不负什么责任。但是呢，所有的事他都希望呢，通过自己努力呢，让这个事儿凑成了，别到时候出问题。你比方通天河那一章非常典型，那鲤鱼精沉到湖底下了，怎么把他弄上来呢？孙悟空说：“你论水性，你们一个天蓬元帅，一个卷帘大将都比我下去了。”沙和尚不敢下去。哎呀，依我看，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。你台上等着我们好吗？我们把这妖怪引，然后你解决。你看，他把这个重大责任呢，往这个孙悟空身上一推，他不负责任。就说沙和尚呢，你身边这人能耐大，那我对不起，好多事儿我不出头。其实像这样人，咱们身边有的是。比方说在单位里头干个什么事儿，好多事情呢，他怕担责任。反正单位有能耐比自个儿大的，你让他来，我跟到后头给你干点杂活穷了。这样人把自己位置摆得非常正，往往在单位里人缘非常好。为啥他不抢人风头，他不遭人记恨呢？但往往这样的人，当他自己有利益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少得。你看有事他不往前抢，得好处的时候呢，他不是那头一份的，但在跟到你后头捞好处的时候，他一点也不甘人后。你比方人参果是，咱们看这个孙悟空要偷人参果了，孙悟空在树上往下弄，猪八戒在下边接，沙和尚不去。你看干坏事的时候他俩是回来了，一看沙和尚说这是人参果呀。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，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，小弟却不曾吃过。孙悟空说那大伙吃吧。沙僧说怎么来的？孙悟空说偷来的。沙和尚这阵不吱声了，没生发大财，自个儿吃一个。他心里清楚啊，这个反正师兄弟几个偷来的，你要真问谁偷的，孙悟空猪八戒在前头呢，轮不到他呀。可吃大伙一人都是一个，他一点没少得，还比猪八戒强。猪八戒囫囵个吞下不知道什么滋味。所以你看沙和尚这个时候体现了那种利不少得害不伤身，他算盘打得非常精。而且沙和尚人家不是一味的缩头，真该自己出头的时候啊，人都想着他有正事儿，就是轮到什么事是我必须做的时候，沙和尚倒不推脱了。为啥？什么事是他必须做的？西天取经。他费这么大劲成了仙了，犯点错下来了，要想回去怎么办呢？非得是把西天取经这大学4年的文凭拿到手，太太平平的。那么为了拿到这个文凭，谁也别拦我道。他脑袋里想不是取经要怎么地，而是最后修成正果之后自己能重列仙班，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么一道上他兢兢业业啊，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最终把这个善果维持住。别坏了自己的好事，咱们和和气气的一道上披荆斩棘的，最后把西天取经这个成果拿过来。谁拦着这个，沙和尚可不缩头啊。尤其是当孙悟空不在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事儿影响了取经大计，沙和尚自己都出头。你比方说六耳猕猴那章，猪八戒说我去吧，这时候沙和尚不缩头了，出头了，不行，你别去，我去。定大计的时候，沙和尚一点不含糊，自个儿去了。当然他不知道那个六耳猕猴是假孙悟空，但这时候也反映了沙僧该出头的时候，人家不往回缩。当然沙和尚这一道没功劳有苦劳，可是这些事情对于神通广大的佛祖来说呀，都是算计到心里。西天取经最后我们看唐僧功德佛，孙悟空斗战胜佛，猪八戒净坛使者，沙僧金身罗汉，白龙马位列8部天龙。那么其实沙僧被封了金身罗汉呢，不是个多大个了不起的事，跟孙悟空那成佛那档次差不少呢。这个金身罗汉在大乘佛教里是什么呢？属于修行档次比较低的，就是你封了罗汉了，你还得在人世间修行，再经过一段时间你才能成佛。那么为什么佛祖没给这个沙僧说你有这么大功劳？唐僧都夸沙和尚对我很重要，
为什么佛祖这么考虑呢？就是说你沙和尚心里头小算计太多啊，人世间这种权谋之术啊，你这小算盘扒拉太精，等于尘心未净，六根不净，你还得再修炼一段时间才能达到佛的境界。所以佛祖对沙和尚定位是非常准的。所以你从《西游记》最后这块能看得出来，在佛祖心目当中，沙僧身上还有很多人世间一些不够干净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呢，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。有的是沙僧这样人，表面上老实忠厚，其实心里头很有算计。但这样人好在哪儿呢？他不害人，他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。所以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铺天盖地的好多呢，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危害。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人的忠厚老实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他，你就可以侵犯他的利益。如果真侵犯到利益，他给你反扑一下子，你聪明人都不见得受得了。这就是沙和尚的厉害之处。今天我们讲《西游记》序列，讲到了沙僧。前面这不是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按顺序排到沙僧了。咱在说沙僧之前呢，先给大伙说个笑话。大师兄，师傅让妖怪抓走了1句。大师兄，二师兄让妖怪抓走了2句。大师兄、二师兄和师傅都让妖怪抓走了3句，最后还有1句：师傅你放心，大师兄会来救我们。就4句，你想要钱，你想封高官，不可能啊！其实这个笑话很多朋友都知道，网络的笑话，它反映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对沙僧啊这种传统认识，就是这个人呢是老实巴交啊，还任劳任怨，可是也没啥能耐，就非常平庸的一个。可是这种认识，你要再仔细翻翻《西游记》原著，你又会发生很大变化。因为沙僧不仅不是个无能之辈，不仅不是庸庸碌碌之人，如果单论智商和情商，单论对自己所作所为判断之准、实践之深、城府之重，恐怕谁也不如沙僧。沙僧是《西游记》里边相当了不起一个牛人。咱首先有传统认识说，这个沙僧你看只能干些个低档头，他挑个担子什么的，你看他使个方便连环铲挑担子，其实那不对。《西游记》原著翻开你就发现，沙僧使的不是方便连环铲，不是跟鲁智深似的使那个，他使的是什么呢？是原来观音菩萨呀、玉皇大帝呀这些赐给他的东西，一个降妖宝杖。这降妖宝杖呢，是由月宫里头的梭罗仙木做的。长短呢，多长呢？咱们到庙里看呢，那个护法韦陀菩萨，韦陀不是这么的，这不担那一个护法那宝杵吗？就这么长，也就咱拿到手上，你算就这么长，这能挑担子？挑不了担子。所以《西游记》原著里写呢，挑担子是猪八戒。咱们前面说猪八戒说到这个了，沙僧不是挑担子，他就牵马。说那他不挑担子，这个力气活他也不干，他干嘛呢？沙僧是个狠角色，武功相当高，能打。有人说你拉倒，他还能打。这一道上沙僧只要一出手，基本都是被妖怪绑到洞里边去。说你看那黄袍怪，那么沙僧跟人动2下就给抓进去了。最后都是或者菩萨来救他了，或者孙悟空来救他了，这有点冤枉沙僧。沙僧不是不能打，而是有的时候他不想打，他有水平。你看咱前面说了，猪八戒跟孙悟空是什么差距？俩人打了1宿，孙悟空在体能上占上风。那么你想知道沙僧多大能耐？沙僧虽然没直接跟孙悟空斗得那么激烈，他可跟猪八戒打了3回，一回打2回合，一回打1会儿，一会儿打4个小时，结果双方斗的是不分上下。也就是说，沙僧的能耐跟猪八戒差不多。那软吗？一点都不软。在里边有一些非常直观的对比，就是观音菩萨呢去找沙僧时，劝他当取经人时候，带着自己一个贴身护卫，也他弟子叫惠岸。这个惠岸呢跟这个沙僧动手了，俩人不分胜败。你弄观音身边贴身的这个侍卫打成这样，
那沙僧这能耐肯定低不了。什么是卷帘大将？你比方说这皇上啊，过去呢前面呢搭了一个帘儿，和大臣之间隔开，就好比出行啊，皇上假如说坐这轿子，谁给他掀轿帘儿那为卷帘使。也就是说，这样人首先是皇上必须绝对信任他。有人说那这就溜须拍马，这不是本事。你别忘了卷帘之外又加大将2个字，能扣上大将说明呢，不仅皇上信任他，他还是皇上身边贴身的保镖，这才能称之为卷帘大将。所以说沙僧可以说是1等的武林高手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有人说他1等武林高手，可你看看《西游记》一路斩妖除怪，他的业绩最差。孙悟空不用说了，大头活都是他干的，猪八戒跟着捡漏也打死不少妖怪。可是你看沙僧这一道上基本就没降过妖，硬的妖怪就把他抓进去了。说为什么沙僧会这样的表现呢？我刚才说的不是他不能打，他不想打。为啥不想打？咱得说沙僧的烦心太重了，机心太重了。有人说那也不对，烦心重那不是猪八戒吗？四圣试禅心里边管人叫什么连连爱爱的，就想还俗，跟哪个女孩过日子呢？猪八戒这烦心呢太小了。要讲大功力层面，沙僧的烦心是最重的。为啥呢？咱们先看沙僧和领导的关系。这个里头唐僧是领导，他这哥几个一比呢，猪八戒智商相对低一点，他错投猪胎了，没办法。孙悟空智商很高，但是情商很低，不会处理人际关系。要说智商情商都高，沙僧是最高的。你就看唐僧在这个小团队里作为领导，最信任谁？最信任沙僧。他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孙悟空能耐大，可是他有时候孙悟空跟他拧劲儿来，控制不了。他也知道猪八戒能溜须拍马，可猪八戒这关键时候好吃懒做，指不上他。只有沙僧不仅仅是能够顺应领导的意图，而且关键时候也能出谋划策，还不显山不露水，时刻把领导捧到前面。就是元芳你怎么看？沙僧准给大肩膀头，哎，师傅你说你看，把领导推前头去，3打白骨精。这不孙悟空出来一个灭一个，邻居给打死了，老太太打死，最后打死老头，那都白骨精变的。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很不满意，猪八戒也进谗言，大师兄这个那个这个。这时候唐僧信任谁？问沙僧，也是元芳你怎么看？悟净你怎么看？第二打死那老太太，唐僧受不了，要把悟空撵走。沙僧又搬出来，观音菩萨再三说，让大师兄一道陪你。这2回唐僧全信了。就是唐僧在这个团队里边，他一有都难于决断的事儿，他是最相信沙僧的。你比方说有那么一次《西游记》里写的，这唐僧突然间那天也不怎么犯了一股邪病，你孙悟空你别去，我去化缘去。孙悟空当时就不干了，说师傅不行啊，一个是外头妖魔鬼怪多，您弄不了这个，再一个是哪有师傅去化缘让徒弟吃的，都得徒弟化缘回来给师傅吃。其实孙悟空一片好心，不想让师傅累着，从师傅安全角度着想，还孝心。可是唐僧呢不愿意，为啥呢？一个是他兴致勃勃要化缘，你阻碍了领导兴致；第二个，你说我出去妖魔鬼怪都对付不了，就你能啊，就你比领导厉害。所以唐僧心里不舒服。你看沙僧这时候溜缝溜得特别好，顺情说好话，揣摩领导的意图，这个智商情商都非常高。而且沙僧不仅是这样，他看事情看的远比孙悟空和猪八戒看得透。你比方说像人情世故这方面，这个红孩火云洞那块这对付不了红孩啊，这能喷火能什么能耐大呀，怎么能过去呢？哎，孙悟空知道信儿了，说这红孩啊是当年跟我8拜结交的牛魔王的儿子，他和铁扇公主的孩子，
这个时候孙悟空满心欢喜，以为找着关系了，没想到沙僧给他泼盆冷水。大师哥，这个事儿不靠谱，为啥呢？你当年被压到五行山下500年呐，牛魔王去过一回吗？没去过。你出来这么长时间，你看过人家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有我父那才算亲，有朝一日过穷了，富家不登贫家的门，你不登门叫什么亲戚？你们都这么长时间不往来了，人还能卖你面子？孙悟空不信那事儿，你哪回事？牛魔王我们哥们儿，结果上门提去了，这样红孩儿这通火给烧的，差点把孙悟空烧死了。所以你这个环节你别看沙僧对人情世故掌握的特别准，而且同时你看到沙僧呢还不乏老成持重的，他有的算法打的是非常精的。你比方说这个女儿国那会儿，这女儿国国王长得漂亮，就留这个唐僧咱看个国宝，实际上就是把他领到就2人地方向他表白，我就是那国宝，你留下咱俩结婚吧，你别走了。什么看国宝，就是借机勾引唐僧让他留下来。这时候沙僧最明白这事儿，沙僧心里一琢磨，我师傅要留下来，我们还怎么西天取经？这不耽误大事了吗？我们都带着重要使命来的。所以沙僧没说别的，直接说别说那个了，赶紧给我们换度牒文书，给我们换护照什么，我们得走。就这时候沙僧是绝对不情愿让唐僧留下来的。说由此看，说沙僧这西天取经意志力那比唐僧都坚定，也不完全坚定。最主要一个，沙僧有他自个儿的小九九，有他的私心。他的私心在哪儿呢？沙僧不止一次盘算过，就是假如西天取经要不成，半道散伙了怎么办？人家孙悟空本来就妖魔鬼怪，回到花果山齐天大圣照玩不误。猪八戒那人高老庄啊，那媳妇在那等着他呢，人也有家。白龙马不用说回龙宫了，回去了。唐僧呢，人家是玉帝呀，再回到大唐一样是所有事都不耽误。只有沙僧天上他是回不去了，给他贬下来的。回流沙河咱前面说了，每7天摆剑穿胸，天天还得遭着罪。就是西天取经真要不成，最遭罪的那恐怕就得说是沙僧，就是他是最遭罪的，所以他必须得让这西天取经这事儿得成了。谁危害到这个，谁就是威胁到他最高利益了。我说到这儿，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说，那沙僧得是最卖力气的，这事跟他利益相关最大呀。那可为什么西天取经路上他没打死多少妖怪，遇事都往后缩呢？哎，这是沙和尚非常精明的地方。就我们说他情商高，就他把周围的人给琢磨透了。比方说通天河那一段，那鲤鱼精进水里不出来了，你听这时候沙和尚推脱不开了，说大师哥，这样我们进去把这妖怪引上来，你解决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主要责任你孙悟空，我们就负责把他引上来。说为什么这样？一个是沙僧知道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。我什么事我不出头，你孙悟空干，你能力大呀，我捧着你。所以你看孙悟空跟沙和尚关系最好，什么事都把大师兄推前面的，满足孙悟空虚荣心。孙悟空你以为他是为了唐僧打妖精吗？不是，没有唐僧他一样打，打完了他舒服啊，自个儿能力体现出来了，不完全是为了唐僧。所以沙和尚捧他，大师哥你来，哎，这是一个让能力大的上来。再一个能力大责任大，你干这事你担责任，我不干我就不担责任。说打妖怪怕担什么责任？那可不是啊。沙僧最了解这个道理，打这些妖怪你问问，不是太上老君身边小童儿，就是观音菩萨座前护法，再不就是谁养的什么东西。果不其然，这鲤鱼精哪儿呢？观音菩萨养的，都有根儿。所以你说这要沙和尚自己能打，下去把人给打死了，观音菩萨不得找他算账吗？
所以沙和尚这事儿都研究透了。我不出头，我引上来，孙猴你能耐大你担着，我不担责任。不光这个，在个人利益这方面，沙和尚是精明透了。你看啊，武状元人参果，这不是人家把人参果捧上来了，像小孩似的坐那，那人参果。唐僧一看，哎呀，不可，这跟吃人一样，这能行吗？这时候孙悟空、猪八戒都馋呐，这师傅不让吃，急死了。这时候呢，他们就想偷这人参果，但沙和尚不干这事，担责任事他不干，但沙和尚拱火，这人参果偷回来他可吃了，拿过就吃，真好，而且他知道细品滋味，不像猪八戒一口下去啥滋味都不知道，而且他不忘了来一句有师傅的吗？意思你给没给师傅偷一个？什么意思？给师傅偷一个，唐僧要再吃了更好办了。你看我上头我领导也吃了，天塌下来个大的顶着，我是我领导吃的，我大师哥犯的案子，我最多一个从犯。他把所有事都弄清楚，他一样的大伙都吃了人参果，可是要讲罪责他是最小的。你这就看出来沙僧对个人利益算得多清楚。所以从这点来讲，你说《西游记》这里边谁有他聪明啊？当然沙僧可不是瞪眼光看着啥活不干，你真要是威胁到我最切身利益，兔子急了摇手的，狗急跳墙他也来一把。你看真假美猴王的时候，假孙悟空六耳猕猴把唐僧掳走了，行李担子抢走了，那行李里是什么？度牒文书，就每过一关上面盖个印，你到佛祖那看我过来了，这护照这都在这儿呢，这是明证，没有这个怎么能证明你14年西天取经呢？所以这时候沙和尚真急了，哇，这可容不得了，直接就找这六耳猕猴理论去了。当然他不知道这六耳猕猴这孙悟空是假的，到那一看可倒好，这六耳猕猴旁边还有一个假沙和尚，这都他给弄的吗？一禅杖就把这个假沙和尚给打死了。你算看，这时候他真急了，为啥？危害到他切身利益了。再说如果你这一对真要西天取经替我们走了，那我这前半截白弄了，让那假沙和尚弄下来，这可不干了。所以这沙和尚是最清楚什么时候自己该出手，什么时候自己该往后缩，什么时候往上捧孙悟空。所以你严格算算西天取经，要说这利益最大化，你看这哥仨，孙悟空最后封了斗战胜佛，是佛里头排最末的。当然一道孙悟空付出的努力也大，但是他收获也大，但相对来讲呢，他这收益率咱们就算80%。猪八戒呢他就好吃，最后得了个净坛使者，虽然不大好听，这收益率也算80%。只有沙僧一个，你这一道上他真没有干什么太大的事儿，也就是呢通过自己和稀泥呢稳定了团队，他也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。可他最后封为金身罗汉，这个收益率都得超过100%。要讲投资收益比的话，他恐怕最高。但是咱们把话说回来了，这沙僧啊应了那句话，机关算尽太聪明。这金身罗汉和孙悟空的斗战胜佛那是整整差了一级呀。他要再想从金身罗汉变成佛，那可不是你14年取经能做到的，那不定得多少年，还得看机缘。所以就说佛祖呢看透了沙僧这点小算盘，你瞒得了谁？瞒不了佛祖。所以佛祖很公平的给几个人封赏，给了他个金身罗汉，意思你呀功劳到不了那些，你自个儿小算计太多。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算计也没有错，但是你处处算计，机心太重，处处不肯使力，处处都是利不少得，害不伤身，责任别人担着，剩的事儿好处我自个儿落着。如果你都这么想的话，你可能会收获一些眼前利益，但是你向往的那种大业绩，想获得那种大的功利，恐怕是做不到的。所以这也是沙和尚给我们现代人一些有益的启迪吧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